本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如何给材质增加凹凸感，还有增加一些细节的形变。我们来一起看看这种材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是本节课程的主要内容和时间戳。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我们打开你的 Blender， 我们把这个立方体 X 删掉，然后我们新建一个球体，然后我们右键平滑着色，然后点这个球切换到视图着色模式，便于观察。然后我们在这边拉出来一个窗口，然后把这个窗口变成着色器编辑器。然后我们按下 N 把这个侧边栏给隐藏掉。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怎么加哈，其实很简单的，就一个节点就可以了。我们先点击这个球体，然后新建一个材质。好，重点来了啊！我们在 Blender 里面如何做凹凸感的纹理呢？我们需要3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就是你首先需要一个基础的纹理，你要告诉计算机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纹理去做凹凸嘛。这个纹理呢一般是黑白的。我们之前反复的讲过，在计算机里面，它把从0到1的这些值呢，可以用从黑到白的这些不同的灰度去表示。所以你有一张黑白的贴图呢，就相当于你有一大团的从0到1的数据可以输入给你这个原理化 BSDF。那这个是第一部分哈。第二部分呢，你还需要一个凹凸节点。那这个凹凸节点呢，就是把你这个常数呢转换成一个有方向的一个量。我们之前讲过，它叫矢量，对吧？好，纹理也有了，转换器凹凸节点也有了，你还需要一个定位的部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纹理坐标啊，还有映射，去告诉这个计算机你这个纹理要怎么去包在这个物体上面。好，我们先大概记住这3块内容。我们来看看这个球我们怎么做。好，你要做凹凸纹理，首先你需要有一个纹理，对吧？我们就先用一个计算机内置的纹理吧，我们选一个造波纹理。好，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纹理，造波纹理。好，我们先把这个纹理连上去，看看长什么样子啊。好，你把颜色连上去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个彩色的。然后如果你是连系数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彩色的呢变成一个黑白的。我们还是用颜色连吧，因为我们中间要加一个颜色渐变的一个转换器，让它可以更改它的范围。我们手 Shift A 新建一个转换器，颜色渐变。颜色渐变这个转换器有2个好作用啊。第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黑白或者其他的颜色。第二个作用呢，你看，你可以拖动这个黑色和白色的轴去扩大这个黑白的这个范围。好，你还可以通过改变这个造波纹理这些缩放来改变它这个造波的密度跟大小。那这个细节呢就更好理解，你拉一下看一下，你看到没有？它就会变得更加细。然后你完全0的话，它就是一大团黑的。那操作呢是在造波模式上，你完全0的话就更平滑，然后如果比较大的话，它就比较粗糙。这个你取个中间值就行了。起变呢，你拉一下就明白了，它就是扭起来，就是起变的意思嘛。好，还是恢复到0吧。好，我们纹理现在有了，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造波纹理作为我们的纹理。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一个凹凸节点，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矢量凹凸节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颜色输入给这个凹凸的高度啊，大家记住啊，要输入给高度，把这个连法记下来，然后再把这个法向呢输入给这边的这个法向，你会发现，哎，它马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样子有点奇怪哈，我们先预览一下，看看它长啥样子。我们 Ctrl Shift 单击一下这个颜色渐变，这个是我们之前装的 Node Wrangler 的一个快捷键啊，它可以快速把一个节点连接到输出上，然后进行预览。刚才你看的很奇怪，是因为我那个黑白对比太明显了，所以说它的细节就不够。我们来调一下这个颜色渐变，然后调一下这个缩放，让它细节多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调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输出连给这个原理化 BSDF。哎，你看这个时候呢，它这个东西就会有这种凹凸的感觉了。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凹凸节点的原理吧。这个凹凸节点的高度呢，它是接受一个从0到1的一个值。那正好你的纹理呢是黑白的，那就是一串从0到1的值。那从黑到白的中间的部分呢，我们叫 0.5 度灰。那如果你这个灰度呢大于 0.5 呢，它就是凸起来的；如果你这个灰度呢是低于 0.5 的话，它就凹下去的。那你把这张黑白的图输入给你这个凹凸节点的话，你会发现出现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状态了。你看我把这个白色的部分增多，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就凸起来，凸到底儿了，它就平下来了。那黑色部分增多的话，它就凹到底儿了，那它就平了嘛。你看，那我把这个缩放再增多一点，你会发现，哎。那这样的话就有那种像大理石那种坑坑洼洼的感觉，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我们把它缩放不要调的那么大啊，把它调到2吧，那有点太大了，调到5吧。它就会有这种大的块儿。然后我们增加一下细节，你可以看一下，细节就是增加那些灰度的部分，它就会有这种一个石头被刨上去的感觉，对吧？有点像月球表面的样子哈。好，我们来改一下这个操度吧。这个操度其实是改变它这个造波的这个平滑模式的。你会发现它越大的话，它就会把这个黑色的部分拉得越灰，然后呢，你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平。好，我们 Ctrl Shift 单击看一下这个纹理哈，你看到没有？你看起来非常平的部分就是特别黑的地方。好，这个快捷键是 Ctrl Shift 加单击啊，你单击哪个节点，哪个节点就会快速连到输出上面去。
好，我们再稍微调一下细节哈，我们可以把这个球的颜色稍微改的那个有点金属感，这样看起来会更好看一点，有点那种金属的那种腐蚀的效果。好，我们可以加一个基础色，然后给它增加一个金属度，那它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稍微有点腐蚀的那种烂掉的金属球一样。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凹凸节点的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强度很好理解，就是1的时候最强，0的时候就完全看不到这个凹凸了。这个反转呢，就是把0跟1反转，就是把凹凸给反转，这个其实也挺好理解的，对不对？这个距离呢是在你这个凹凸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乘数，就是比较细致的。你可以把这个1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哈，你可以把这个距离调成0.0几，然后你会发现，哎，它其实是有一点细微的区别。0.5还看不出来，你把0.003，你会发现，哎，它就会有一种非常细微的这种改变。所以当你做某些材质需要非常detail、非常细微的那种精度的控制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距离去控制，它相当于是一个乘数一样，在你以前的强度上面乘一个值。那这个高度呢？你看它那个点是灰色的嘛？灰色的代表它接受的是一个常数，就是它可以接受一个从0到1的一个数值，然后就是一张黑白图片给代表嘛。这个法相呢，你看它是紫色的，它就接受一个有方向的一个矢量。所以凹凸节点其实还挺简单，就首先你需要有一个黑白的纹理，代表从0到1的一个数值，然后输入给一个凹凸节点，就是第二部分，你有一个凹凸节点，然后第三部分你还需要有一个那个坐标纹理坐标和映射，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是个程序化纹理，你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定位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完全不管它。有的同学会问，就老师为什么你这个凹凸节点要跟这个原理化 BSDF 的法相相连呢？这是因为在计算机里面它是通过法相来计算凹凸的。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球它不是真的凹凸，它的表面其实是平的，它的凹凸感其实是计算机计算出来的。好，我们新建一个平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在这边添加一个材质，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黑色，然后呢把这个灯光放在它的上面，这样的话它照起来会更加明显一点。这就是你新建物体时候默认的那个灯光哈，不需要新建灯光。好，我们给这个法相打开吧。怎么打开法相？我们之前讲过哈，你直接点击这里，然后你要 Tab 进入编辑模式，再点击这里，它会出现那个法相哈。哎，鼠标滚动一下，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你点这边，对吧？这是法相，你点中间这个叫切线法相，红色这根。如果你的这个线比较短的话，你可以把旁边这个尺寸给它拉大一点，就是你看我这个是0.63嘛。好，接下来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我们给它增加一些细分，然后右键细分，我们给它数目增多一点。好，我们 Tab 退出。你看这个时候呢，我拿着这个灯像这样照的话，这还是个平面，就看不出来什么凹凸感。但是如果说是我把它的法相改变了，比如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我们选中其中一些面，我们3切换到面模式哈，然后去选中随便选中几个面吧。然后你可以这个时候 R， 这个时候 N， 再按一下 N。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转动它的法线了，你看没有？这个法线变化了。好，我们 Tab 退出编辑模式哈。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移动这根。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出来，咱们这中间这法线不一样的这个面呢，它对这个光照的反应也不太一样。那计算机呢，就是通过不同的面的法相值不一样，去模拟出一种凹凸感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能不能听懂哈？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就是你看计算机它可以把一个平面模拟出凹凸感，它其实就是靠着给每个面的这个法相给不同的值，然后模拟出这种凹凸感和这种光线的反应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本身这个物体它没有产生形变，它只是当它的法相不一样的时候呢，它对这个光的反应不一样，所以它就模拟出了一种凹凸感。所以这里的凹凸其实是个假凹凸，它没有产生真的形变。那怎么样才能产生真的形变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另外一个东西了，就是置换。在网上有很多这种免费的网站可以下载免费的材质，比如说这个 Polyheaven， 还有刚才咱们这个 Ambient 的 CG 都可以下载这种材质。你把它下载解压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贴图，比如说这个颜色贴图，它是彩色的嘛，带有颜色的。但是这个置换 Displacement 和这个 Roughness 它都是黑白的嘛。但是法相它有两种，一个是凹下去的，一个是凸起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蓝紫色的一个彩色的图。为什么法相的图是蓝紫色的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按照 Ctrl+Shift 点一下这个凹凸节点，你看它输出来的也是一个蓝紫色的图。其实在计算机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了0到1可以用黑到白的表示，对吧？所以像粗糙度这边的节点呢，它是灰色的，它是接受一个从0到1的一个值。那这种参数的话，你给它一张黑白贴图就够了。但像这种法相，它是一个矢量，我们之前讲过，矢量是一个又有数值又有方向的量。那如果你是计算机程序员，你用什么来代表这个矢量呢？
那这个计算机程序员呢，他就很聪明啊，他想着矢量不是可以用 x、y、z 3个轴代表嘛？那我计算机里面有个 RGB 颜色 ，RGB 是红、绿、蓝3个通道嘛，3个通道组成各种颜色，那我就用红、绿、蓝代表 x、y、z 轴，然后把它们的值输送给这个法相不就可以了吗？你可以点开 Blender 这里面基础色，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RGB 正好是红、绿、蓝3个通道，那计算机呢正好就用红、绿、蓝这3个通道模拟 x、y、z 轴的数值。因为我们的法相之前都说过，法相是垂直于切线和切面的，所以它把这个蓝色的这根线就是 z 轴修订为1。但这个时候无论你怎么去改变这个 x 轴和这个 y 轴，那它呈现这个颜色你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蓝紫色。在计算机软件里面用 RGB 代表 x、y、z 表达矢量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操作，你知道这点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纹理是怎么做出来的。就这种有形变的纹理呢，它是用置换做出来的。我们先打开这个文件哈，这个文件可以在你的这个附件里面下载到，这里面就是一个石头，其实没有啥。好，我们先把它隐藏掉。我们先 Shift A 新建一个平面，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球切换到视图着色模式，然后拉出一个窗口，把它切换成着色器编辑器，然后 N 把这个侧边栏给它隐藏掉。好，我们点击这个平面新建一个材质。好，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图像纹理，我们给它添加一张地砖的一个纹理。大家可以到咱们的那个附件里面去下载这些素材哈。如果评论区的附件不见的话，你可以到我的官网 codeway.com 去找到对应的素材，因为有的平台它不让我放素材。好，我们先找到这个颜色纹理，我们把它载入进去，它是一张颜色贴图。好，这边看起来不明显，我们把这个灯光打得近一点，按着 G 移动这个灯哈，这样有一个反光在等会儿我们观察那个凹凸的时候比较便于观察。好，我们选择这个纹理 Ctrl T， 它会自动给我们加2个这样的节点。好，我们刚才讲过了，这是 Node Wrangler 的一个快捷键。按住节点 Ctrl T， 它会自动帮你加这些东西。好，我们在 Shift D 把这个图像纹理呢给它复制一份，相当于我们 Shift A 新建了啊。好，接着我们打开这张粗糙度的贴图 Roughness， 然后把这个粗糙度呢输入给咱们这个糙度的参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oughness 贴图哈，你看到这个砖缝的地方呢是白色的，也就是说它糙度接近为1，但砖的地方呢是比较偏灰的，它就会接近于0。糙度越接近于0就越光滑嘛。所以你看到咱们这个粗糙贴图贴上去之后呢，你会看到它有这种砖的部分就会比较反光，缝的地方呢就不反光。好，接下来我们来做凹凸的部分，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凹凸节点，我们把这个粗糙度纹理呢连到咱们这个纹理坐标和映射上面，让它跟咱们这个颜色纹理呢共享一套纹理映射坐标。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你不会乱飞，就是你的纹理都是用一套坐标系出来的话，因为那个图是对应的嘛，然后你这个纹理坐标也是对应的。好，我们 Shift D 再复制一张图像纹理出来，我们给它加入一张法线的贴图。我们选这张哈，这张是凸起来的，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张法相贴图的话，你可以直接连到这个法相上，你看到没有？它就是它就已经有这种凹凸的这种感觉了哈，虽然它是一个假的这种凹凸的感觉。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凹凸节点给它拉到中间去，它会自动连，但它自动连，你看到没有？它把这个颜色连到这个法相上，而不是高度上，因为它本身不是一张黑白贴图嘛，它已经是一张法相贴图了，你们连到高度上它就会很奇怪。好，我们还是把它连到咱们这个法相上哈，我们把这个纹理坐标连上去。但现在这个凹凸呢是假凹凸，它没有形变，所以呢我们要用置换来做一些真形变。那做置换呢有2种方法。那第一种方法就是置换修改器，这个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它的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细分，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右键给它增加一个细分。我们把细分增加到30吧，因为你要形变嘛，所以你要有足够的这些点去支撑它的形变，所以你要把细分加大一点。好，第2步我们给它加一个置换修改器。好，我们点击这里添加一个置换修改器。好，接下来第3步我们要给它一个贴图，我们先点击置换修改器的新键，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或者说你置换修改器点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哈，就跳过来是一样的哈。那这边打开，然后你找到咱们这张置换贴图 displacement 啊，打开图像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看这就是很粗糙。那这个明显是开大了嘛，你可以回到这个置换修改器，你可以调整这边的参数，把这个强度力度呢改小一点。你会发现，你看这个时候这才是这根凹凸，它是有这种形变的哈，但它的细节不够，是因为它的细分点不够，支撑不了这么多细节。好，细节不够呢就很简单，加一个表面细分修改器就可以给它自动增加细分了嘛。好，我们把这个细分修改器放在上面啊，因为修改器的顺序是从上到下，所以你要先细分，然后再做置换。你看到没有？当你把这个细分增多的时候呢，它这个细节就出现了，那这个砖头的这个效果基本上就出来了，这个凹凸感。你可以再稍微调一下这个强度哈，给它调到0.06吧，让它稍微高一点。
好，这个就是第一种方法，就是用置换修改器加置换纹理的方法哈。我们可以把这个石头打开，这个石头是我之前做过的石头哈，你可以 Tab 进入编辑模式，你看它有很多的这细分点，所以说你不需要再细分了。我们 Shift 选择这个平面，然后 Ctrl L 关联材质，你看到呢，这个石头呢就会把这个材质关联出来，但是它不是特别明显，在平面上看还可以，但是你放在这个石头上好像它就不是特别明显了。但用置换修改器做这种形变呢，这种材质呢，有个好处就是用 Cycles 或者 EV 都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渲染器切换成 Cycles， 它也是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甚至更好的这种细节。好，我们把这个石头再打开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在 Cycles 方面，它看起来好像也是稍微要明显一点。这个灯光有点看不清哈，我们只有一盏灯，我们就把这个场景灯光把它勾选去掉，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假光去照亮它，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在 Cycles 上面的话，它细节会更加明显一点。我把这个切换成 GPU 哈，会快一点。好，你看它这样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细节了。好，我们把这个材质稍微改个名字吧，叫 EV and Cycles， 代表这个材质呢 EV 和 Cycles 都可以用。好，我们再新建一个材质哈，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复制一个，省得等会儿你还要再把其他东西再继续连上去。好，复制一下的话，它会给你默认加一个001哈，你在这边改个名字就好了。这个呢，我们就改成 Cycles Only。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方法怎么去加置换。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直接用置换节点加。这个方法呢就不需要加置换修改器的话，但是你第一步呢，你要把这个材质走到下面，把这个设置，把这个仅凹凸变成置换与凹凸，否则你的置换是看不到的，就多改这一个地方就好了。好，接下来就不用改，就改这一个设置。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节点怎么加。接下来啊，看一下我怎么加。首先我们 Shift D 复制一个图像纹理，你就不用再新建了嘛。然后我们打开一个置换贴图，不要点错了哈，要点这个 Displacement， 不要点成这个蓝紫色的哈，要点这个灰色的。然后左边这个呢还是跟这个映射相连，然后右边这个呢你要连给这个输出，就直接连给这个输出，就连在这个置换上。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置换贴图是颜色为出口的，它这个黄色的它不能跟这个紫色相连，所以你要 Shift A 新建一个矢量置换的这样一个转换的，把这个颜色连给这个高度，然后把这个置换跟这个置换相连，紫色跟紫色相连，哎，看到没有，它就有变化了。你给我们调一下这个参数吧，你调一下中间值，把它改小一点。哎，好像没有什么反应耶。这个中间值它好像只是挪动它的上下位置，看到没有？对，我们要改的其实是这个缩放。大家注意一下哈，就是你这个旁边这个修改器，如果你这边有一个置换修改器的话，你就得把它关掉。咱们这第二种方法不需要置换修改器哈，我们把这个缩放稍微改小一点，我们就改到 0.1 吧，0.1看起来正好。还是有点高，我们改到 0.05 吧。好，我们说的第二种这种方法呢，其实它是非常耗你的电脑资源的，它会把你电脑弄得非常卡、非常慢。所以当你的场景比较大的时候，我是不建议推荐你用这种方法去做这种置换的哈。我们可以把这个细分减小一点哈，其实不需要那么大的细分，可能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细分30次了嘛，就加个2个层级的细分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去调这个中间值呢，你看这个中间值其实你把它设为0就好了，它只是代表你这个跟原始位置这个偏移而已。我们把这个缩放稍微调大一点哈，调到 0.08 吧。好，我们再把这个石头打开。那这个石头用的是第一种方法，因为这个石头我们刚才没有加那个置换修改器哈，所以它就看起来就不是特别明显。它只是把那个材质复制上去了，所以你看不到那种凹凸感。它也没有这个置换节点。但第二个呢，你看它就有一个置换节点在这边，它是跟着材质走的。我们说的这第二种方法呢，它只有 Cycles 有用，但是有用的前提呢，就是你需要呢，在这个材质这边呢，把这个设置变成置换与凹凸。好，我们选择这个石头，然后 Shift 选择这个平面 ，Ctrl L 关联材质。那你看这个时候你直接关联的时候，这个石头就会有凹凸感了，因为我们用的第二种方法不需要加这个修改器嘛，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材质给 link 过来，而不需要再去一个个添加修改器了。但缺点就是它很耗资源，很卡。我们把这个平面的这个材质先擦掉，把这个石头的这个也擦掉。然后呢，我们看看用另外一种快速方法怎么加材质。我们刚才都是一个个连的，对不对？很麻烦。我们先把这个平面隐藏掉，我们就拿这个石头举例。我们先新建一个材质，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原理化 BSDF， 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是 Cycles 修改器哈。然后先选中这个原理化 BSDF， 然后 Ctrl+Shift T， 哎，它会跳出来让你载入一个窗口。我们选中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材质啊，然后我们选中几张图哈，第一张颜色图，然后还有 Displacement、Roughness 和一个凸起来的这个法相图，我们只要这4张就够了。哎，我们点击这个 Principal Texture， 你看，哎，它自动就把刚才咱们的连东西全部连好了，而且就自带效果，这样是不是非常方便？这是 Node Wrangler 的一个快捷键哈 ，Ctrl+Shift 加 T。我们把这个场景灯光给关掉，你看，哎，在一盏灯的效果下，它看起来就更明显了。
把这个灯往这边挪一下哈，这样看起来更明显了。好，把这场景灯光给打开吧，我换一盏灯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换一种材质吧。现在只是砖头材质，我们把这个给擦掉，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材质，选择这个原理化 BSDF， 然后 Ctrl+Shift+T。然后我们找到第二种材质，这个你可以在咱们的这个附件里面去下载哈。我们这边正好有4张图，这是一片泥草地，把它 Shift 把它全部选中，然后点击这个 Principal Texture， 你看它就会有一个像这样一个泥巴草地球就出现了，但看起来不是特别明显哈。我想起来了，我们这个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参数要改，就是你要选择这个材质，就是你要到这个材质这下面呢，把这个设置这边的仅凹凸变成置换和凹凸，你看到没有？哎，它就炸起来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再去改这个缩放值就会方便很多，对不对？就会逼真很多。大家可以去下一些自己感兴趣材质去改一改试试哈，其实还蛮好玩的，很有成就感。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Cut tips.